你是不是也曾这么想？我努力了，为什么还是过得穷？我省吃俭用，为什么一点积蓄都没有？别人都在变好，只有我原地踏步，是不是我命不好？你之所以一直穷，可能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因为不够聪明，而是中了6个看不见的陷阱。他们不吵不闹，悄悄地渗透在你的日常选择里。他们不痛不痒，却默默消耗掉你所有翻身的机会。日复一日，让你看不清真相，只能不断轮回在穷忙之中。看清问题才是翻身的第一步。爱面子、虚荣让你越活越穷。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朋友炫耀美食、美景、名牌，心里痒痒的也想跟上，就这样买了没必要的名牌包、手机、订阅制服务，甚至借钱也要装阔。但你没看到的是，很多人背后月月分期、年年借贷，连信用卡循环利息都还不出。真正的体面，是你花得起也能不花。真正的富人，从不靠花钱证明自己。虚荣表面光鲜，实际上是一张慢性贫穷的入场券。阿杰是个外表光鲜的上班族，平常穿着西装笔挺，出入高级咖啡厅，打卡高级牛排馆，朋友圈里总是晒着精致生活的照片，大家都以为他混得不错，收入很高。有一次朋友聚餐，10几个人吃了一桌，账单快1万元。大家正准备分摊时，阿杰笑着说：“没事啦，我请客。”还说：“做人嘛，面子最重要。”朋友们一边感谢他大方，一边也觉得他果然混得好。但谁都不知道，那天他刷的其实是信用卡的额度剩余。回到家，他打开冰箱，只有1瓶开水。房东的催缴简讯也再次跳出来，他心想，下个月薪水来再补。但实际上，他每个月都在这样拆东墙补西墙，表面风光，内心却焦虑无比。他不是没钱，而是太想装的像有钱。直到有天，他真的刷爆卡，又临时被公司裁员，没有积蓄的他，才突然发现，爱面子花掉的不只是钱，而是本该留给未来的安全感。没有金钱规划，越赚越穷的真相。有人说，我不是不想存钱，是根本存不下。但这句话的背后是没有任何预算概念，也没有理财意识。薪水一到就花，看到喜欢的就刷卡，不做收支记录，不设预备金，甚至靠未来收入来满足当下欲望。这就像是用沙子建房，外观看起来还行，但风吹雨打就垮了。财务自由不是年薪100万，而是你能控制每一分钱的流向。阿豪是一位在科技公司工作的主管，年薪破100万，人人都说他是人生胜利组。他每天早上喝精品咖啡，中午订外送，晚上不是烧肉就是火锅，假日常出国旅游，总是用最新款的手机。朋友问他，你怎么舍得这样花？阿豪总是笑着说，活在当下嘛，赚钱就是拿来享受的。的确，他赚得多，但也花得快。阿豪从不记账，不做预算，更没想过投资或储蓄。直到有一天，母亲突然生病，需要一笔紧急医疗费，他翻遍所有账户、信用卡、保险，竟然发现自己没什么积蓄，只能低声下气的跟朋友借钱，开启信用贷款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赚再多，没有规划，一样穷的狼狈。拖延与懒惰，时间杀死机会。你想过副业，想投资，想自我成长，但总是明天再开始。你存了满书架的书单，报名了课程，却从来没坚持读完或看完。拖延的不是行动，而是你原本可能更好的命运。成功的人不是天生聪明，而是他们比你更早开始，更能坚持。你每一次再等等，都可能是你与改变之间最远的距离。沉迷舒适圈，不想变就别想翻身。你不愿学习新技能，不愿换跑道，不愿参加挑战，只想过安稳的日子，结果就是安稳成了看不见的监牢。这个世界变化飞快，不进步就等于退步。你现在稳定的工作，可能5年后就会被 AI 或新人取代，而你以为的安全，只是不敢面对不确定的借口。
走出舒适圈很痛，但继续待住只会更穷。5. 穷思维在作祟，总想省钱却更亏钱。你怕失败，怕风险，怕改变，怕麻烦，所以不敢投资，不敢创业，不敢开口谈薪资，不敢离开烂工作。结果日子一成不变，薪资没涨，眼界没开，生活没变。还有一种人总爱占便宜，捡免费，却从来不敢为价值付费，只想拿却不愿给，结果就是学不到真本事，进不了优质圈层，最后自我封闭，越活越穷。穷思维不是没钱，而是认为一切都不能失败，不能付出。阿成是一名30岁的上班族，做着一份重复性高、薪水不高的行政工作，他对生活常常感到不满，也羡慕别人能升职、转职、创业赚钱。有一次，他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高阶职场进修课程，是某知名业界导师开的，可以学习简报技巧、升迁谈判、个人品牌经营，价格是6000元，还附赠履历修改与1对1咨询。他心动了好几天，但最终关掉了页面，心想6000元太贵了，网络上也有免费资源，我再自己摸索就好。结果3个月后，他的同事小月参加了那个课程，半年后顺利转职，薪水涨了2倍，而阿成还在原地，领着一样的薪水，做着一样的事，心里越来越焦虑。不知如此，阿成平常买衣服只挑最便宜的特价款，结果穿几次就变形，笔电也从来舍不得换新，软体跑不动，浪费了大量时间。朋友邀他去参加专业社群聚会，他总说要门票哦，算了啦，等免费的。他总是想省钱，却没发现省的是钱，亏的是未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身边那些生活越来越好的朋友，不是因为他们花钱任性，而是他们愿意为自己的成长投资，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付费。6. 心态出问题，负能量比没钱更可怕。阿芳是一位失业3个月的中年女子，原本是一家公司的资深行政，但因公司缩编，她被裁员了。刚开始她也积极找工作，但几次面试失利后，她的心态逐渐崩了。她开始整天待在家，打开社群平台，不是抱怨自己处在不好的环境，就是批评职场黑暗。朋友传来求职资讯，她回的永远是现在景气这么差，谁找得到工作？甚至开始嘲讽那些还在努力的人，都只是运气好，迟早会倒霉。她的丈夫鼓励她去上一些免费职训班，或是斜杠接案的可能，但她却冷笑着说，那有什么用？反正我们这种人就是没机会。日复一日，阿芳不止没找到工作，朋友也越来越少，连家人都避着她。她陷在负面情绪里，不断的向外界发泄怨气，却不愿意改变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她遇见以前的同事小慧，同样是被裁员，但小慧却开了一家手做饼干网店，还兼做烘焙教学。阿芳惊讶的问她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小慧淡淡一笑说，我也沮丧过，可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能输给情绪。那一刻，阿芳才意识到，让她停滞不前的不是没钱，不是景气，而是她自己的负能量心态。她没被现实打倒，却被自己的想法拖垮。你是否常说我运气不好？那是有钱人才做得到，我不可能成功。这些话听起来没害处，但其实是你对自己的诅咒。当你总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平，别人都比你幸运，努力没用，你就会逐渐失去动力，失去热情，甚至失去希望。真正让人贫穷的不是荷包，而是信念。心态一旦崩了，生活就会像失速列车往下沉没。决定你能否翻身的，不是天赋，也不是背景，而是你每天选择怎么过。真正的富人从来不是靠运气致富，而是靠习惯与思维，稳稳地走出自己的自由人生。你会发现，这些让人一直穷的陷阱，从来不是一夜毁灭，而是一点一滴的习惯与选择，慢慢的把你困在原地。真正的改变，是你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、习惯与态度。
穷不是人生的宿命，但如果你什么都不改，它就会变成命运。你可以选择继续这样过，也可以选择从现在开始，把这6个陷阱一个一个拆掉。别再小看每一个选择，因为你怎么过今天，就会决定你的未来。